上回书说到，萨博身世曝光，原来他并不是孤儿，而是贵族的儿子。因为受不了家庭的压抑和贵族的虚伪，萨博从家里逃了出来，与艾斯厮混一起，过上流浪儿童的生活。萨博的父亲为了找到萨博，勾结了海贼布鲁杰姆帮自己寻人。刚巧布鲁杰姆一直想找到艾斯他们，抢回自己的财宝，借着这个机会，正好旧账一起算了。水管三兄弟还不知危机正悄悄靠近，依然每天吃喝玩乐，无忧无虑。这天，因为一场飓风，水管三兄弟的秘密基地被严重破坏。飓风之后，三兄弟来到垃圾场寻找修复秘密基地的建材。路飞嚷嚷着想要一副望远镜，萨博一个人走出好远，不仅收集到了可用的旧建材，还捡到一副脏兮兮的望远镜。如果送给路飞，他一定能特别高兴。萨博准备去和艾斯、路飞会合，一抬头，布鲁杰姆带着他的马仔已经将萨博团团围住。没想到臭名远扬的三个坏小子中，居然有一个是贵族。艾斯和路飞闻声赶到，与萨博一起并肩作战，和这些海贼混混们打起来。三下五除二，便将布鲁杰姆的马仔揍倒。布鲁杰姆掏出手枪，艾斯三人躲到废墟里，被布鲁杰姆的马仔给抓了起来。这时，萨博的爸爸来了，飞扬跋扈，十分嚣张。他的手下强行带走萨博，把艾斯和路飞丢给布鲁杰姆处理。布鲁杰姆打保票说：“交给我们你就放心，只要钱到位，保证不让他们再接触少爷。”萨博知道把艾斯和路飞交给布鲁杰姆会是什么结果，他恳求父亲不要伤害自己的兄弟，自己一定会对父亲言听计从。艾斯喊道：“住口，萨博，别答应他！”路飞跟着喊：“萨博，行くなよ！”萨博咬着牙，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。为了兄弟们的安全，他被迫随父亲离开，藏在怀里，准备送给路飞的望远镜掉了出来，被执法官一脚踩烂。萨博离开后，布鲁杰姆将艾斯和路飞带到了自己的基地，但他并没有为难他们两个。虽然艾斯抢自己的钱又干掉自己小弟的事情的确很让人火大，但布鲁杰姆此时从艾斯和路飞的身上看到了更大的利用价值。布鲁杰姆说：“忘掉那个贵族吧，这是为他好，等你们长大就明白了。”艾斯和路飞一听是为了萨博，安静下来，不再作声。布鲁杰姆主动示好，以高昂的报酬请艾斯和路飞加入自己，只要帮助自己运输一些货物即可，工作简单轻松。艾斯为筹集海贼资金，痛快地答应下来。达旦从报纸上得知，世界贵族天龙人在春天将会来访戈亚王国。达旦看完报纸，问出了两个关键的问题：戈亚王国是什么？天龙人又是什么？与此同时，萨博被父亲带回贵族所在的高镇，在接受执法官调查的时候，萨博的父亲想要让萨博将所有的黑料都丢给艾斯和路飞来背，因为如果萨博有违法犯罪的记录，萨博的父母在高镇的名誉会受损，自己也无法再进入高镇。萨博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教唆萨博撒谎欺骗。他对萨博说：“是不是那两个家伙唆使你，不得已才卷入暴力事件中的？”萨博不肯开口，他知道艾斯和路飞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们也没有唆使自己，一切都是自己的自愿。他不肯让兄弟背锅。父亲伏在萨博耳边说：“你在垃圾场的那两个朋友的性命，现在还在海贼的手中。只要我一句话，如果那两个人真的那么重要，就好好想想你该怎么做。”萨博火了：“你答应我不伤害他们，所以我才跟你回来的。”此时，萨博的心里应该已经把人渣父亲狠狠痛骂一遍了。他对执法官说：“犯罪就是犯罪，我们三个都是自愿的。”人渣父亲一脚踹翻了萨博的椅子，然后丢出一沓钱给执法官。有这种笨蛋儿子，真是家门不幸。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执法官满脸堆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文件我会搞定的。就这样，人渣父亲利用贿赂的手段收买了执法官，帮助萨博洗清了罪名。萨博也随着父亲回到了高镇。萨博回到自家的大别墅后，发现父母已经收养了一个男孩，这是萨博这对虚假人渣父母为以后家产继承而选中的备用儿子。这个名叫斯特利的男孩，表面上彬彬有礼，得体大方，言谈举止十分高雅。然而离开父母的视线后，斯特利的真实嘴脸显露出来，和大多数贵族一样，傲慢、粗鲁、残忍、残暴，没有任何人性，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。斯特利对萨博说：“听说你是个笨蛋，不过你还真有狗屎运。明天晚上是可燃垃圾日，如果继续在垃圾场待着，必死无疑。当然，对我来说，亲生儿子还是不回来的好。”斯特利的话没说完，萨博一把抓住斯特利的衣服，怒道：“你小子说什么？给我说清楚了！”
斯特利见萨博发了火，冲上头顶的傲慢一下子软了下来，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。明天在垃圾场会有一场火灾，这是几个月前就已经决定好的。世界政府的视察团正在巡视东海，3天后将到达戈亚王国。这次的视察团中还有世界贵族天龙人，在戈亚王国引起了很大的骚动。王族们为了不让天龙人看到这个国家的污点，决定把垃圾场全部烧掉。这样一来，这个国家就完美了，下一届东海模范国家必会再次榜上有名。萨博皱着眉头说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还有很多人在那里生活呢，这是要夺走大家的栖身之地吗？”斯特利印着一张脸，那脸就像是从恐怖片里爬出来的鬼脸一样，他笑容诡异。“你没明白吗？所有的污点都要烧毁。”萨博惊恐地瞪大眼睛，难道人也是？萨博根本不相信斯特利说的话，那么大一片垃圾场可不是说烧就能烧掉的。他穿上外套出门打探，在镇上执法官那里，萨博听到了真相。原来这些执法官雇佣了海贼布鲁杰姆，将汽油和炸药布置在垃圾场的各处，焚烧垃圾场的事情做实了。这晚萨博一夜没睡，第二天天一亮，萨博就准备到镇上走走看看。他单纯的认为，焚烧垃圾场这么大一件事儿，关系到几十几百条人命，如果是真的，在高镇上应该会是一条很大的新闻，人们一定奔走相告，新闻一定要大肆报道。结果他发现，贵族们的生活如平时一样，清爽的清晨，热闹的街道，贵族们平静的逛街、社交、喝咖啡。萨博随即找到一名路人大叔，问他是否知道垃圾场焚烧的事情。大叔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有什么事儿吗？”萨博惊呆了。另一个路过的大叔，前一秒还带着和蔼的微笑，后一秒脸上就浮现出惊悚的表情。他说：“听好了，火灾是大家都默认的事儿。如果给高镇之外的人知道了会怎么样？我们可是特别的。”萨博三观被震碎了一地，父亲肯定也知道这件事儿，所以特意把自己带回高镇。这里的人都变态了，都疯了，根本不正常。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生命平等、人命关天，在权贵眼中，普通人的性命根本不值得一提，甚至他们可以故意杀死普通人来保全自己的利益，然后微微一笑，继续彬彬有礼、高雅端庄，仿佛双手染红的是蚂蚁的血。可是蚂蚁哪里有这么多血？权贵脚下万骨枯。萨博疯狂地向垃圾场跑去，他要将这个消息赶快告诉自己的兄弟。萨博的人渣父亲发现萨博没有了，立即通知了镇上的执法官去搜索。萨博在镇上被执法官发现，还没等跑出高镇，就被执法官给抓了回去。人渣父亲把萨博锁在了地下室。萨博无力地敲门，求父亲放自己出去，我有不得不救的兄弟呀！艾斯和路飞帮助布鲁杰姆搬运汽油和炸药。布鲁杰姆虽然残暴，但他也很讨厌贵族。他非常清楚自己在贵族的眼里就和奴隶一样。布鲁杰姆将事情的真相告诉给了艾斯和路飞。路飞嚷嚷着去通知垃圾场的其他人，并大骂布鲁杰姆不是个好东西。布鲁杰姆让手下摁住艾斯和路飞，低声说：“给我安静点儿，这件事的幕后黑手不是我。不过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，就不可能让你们离开。在火灾之前，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儿，你们是不是在某个地方藏了很多财宝？”王国刮了一天的大风，真是个放火的好天气。夜里，布鲁杰姆的手下点燃了垃圾场的汽油和炸药，火势瞬间就蔓延开来。镇上的执法官们封锁了所有的出入口，将垃圾场的人们困在了火灾里。边镇的市民看见有火光，纷纷聚集在城门查看情况。执法官说：“灭火的工作请交给国王军，你们要相信国家，相信国王。”垃圾场的人们疯狂地向城门跑去，执法官持枪守在各个出入口，来一个揍一个。随后城门关闭，垃圾场的人彻底困死了。布鲁杰姆逼问艾斯和路飞财宝的下落，他们两个当然不会将财宝的藏匿处说出来。布鲁杰姆将艾斯和路飞留在基地绑了起来，然后和手下们离开。垃圾场的火越来越大，布鲁杰姆这个牙都没长齐的海贼之所以帮助贵族搬运火药，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是因为国王答应过他，只要他能做好这件事儿，就利用自己的权力帮助布鲁杰姆拿到贵族的称号。那时候有前科命案的布鲁杰姆不仅不用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，还能跻身进入高镇，成为贵族。想想就止不住想笑，做梦都能笑醒。然而布鲁杰姆这个流氓地痞终究是玩不过政治家的，国王根本没想放他离开。
他完成了放火焚烧垃圾场的任务，现在他要随这些垃圾一起葬身火海。接着，国王在控制舆论，将火灾一事丢锅给布鲁杰姆一伙。布鲁杰姆性命丢了，名誉更坏了，这手段玩得太绝了。火势很快将海贼的基地包围，好在艾斯临危不惧，用匕首割断了绳子，然后带着哭哭啼啼的路飞从燃烧的基地中跑了出来。然而，垃圾场已经一片火海，放眼望去根本没有可以逃命的地方。艾斯说：“不用怕，有我在。”艾斯和路飞在火海中四处乱跑，结果撞见了同样四处乱跑的布鲁杰姆一伙。布鲁杰姆想，反正都是一死，不如把钱搞到手，万一没死出去了，还能有这笔钱卷土重来，向贵族复仇。布鲁杰姆以艾斯和路飞的性命做要挟，逼艾斯说出了藏宝处。他举着枪对艾斯说：“你们的兄弟也是一样吧？他们都觉得自己很特别，其他人都当垃圾看待。他内心肯定在鄙视你们，嘲笑你们呢。”艾斯大怒，萨博绝不是那样的人，别再说萨博的坏话了。路飞一口咬在海贼的小臂上，海贼勃然大怒，拿刀便砍，眼看路飞就要被捅死了。艾斯情急之下，霸王色霸气觉醒，震晕了所有的海贼小弟。布鲁杰姆懵逼了，他一把抓起艾斯丢在一边，踩住艾斯，用枪对准了他的头。你这个小鬼在耍我吗？布鲁杰姆扣动扳机，随即枪声响起。萨博从地下室的通风管道爬了出来，跑向垃圾场。守在这里的执法官拦住萨博，把他狠狠揍了一顿。夜里的风越来越大，萨博意识尚未清醒，看到一个高大的男子向自己缓缓走来。那个男人就是路飞的父亲，革命家首领龙。龙蹲下身问：“你怎么了，少年？”萨博爬起身，握紧龙的手，哭着说：“大叔，这场火灾的犯人是王族和贵族。这座城镇比垃圾场更让人不舒服，有股浓浓的腐臭味。待在这里，我毫无自由可言。”貴族に生まれて恥ずかしい。龙听后极为震惊，戈亚王国竟然让孩子说出这种话来。龙对萨博说：“我明白，我也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，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力量。”萨博抓着龙的衣服说：“大叔，你能明白我的话吗？”龙表示铭记在心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下一期奔向自由，萨博独自一人出海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